有的不良的店家，他们就会把这些 A、B， 他们一开始就先把它找出来，然后之后先藏好。那客人怎么抽都是那些烂奖嘛，所以他就把那些烂的东西抽一抽之后，再看他的良心要不要把它放回去。那梦想就已经不在里面了，梦想已经没了。所以我觉得像孙生这一次做的这个行为也是蛮好的。有没有可能今天有一个 Google Map， 这上面只要大家真的是有证据的，我们就把它定选起来，到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一番赏攻略地图嘛，在上面是真的有证据，而且你可以看，你要可以 tracking 说这个东西它真的有做，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录到。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嗨，我是企划关杰。好，今天又回到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那我们就会用不看稿啊，讲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 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今天要聊什么？今天要聊的是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一番赏啊，一番赏诈骗。对，情形是因为顺生前一阵子就拍了一支影片嘛，去揭露说有些店家在一番赏游戏上面作弊，就骗很多玩家的钱，就让大家就很生气这样。所以今天就我作为一个完全不懂一番赏的人，就想要来问问志祺，一番赏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玩？然后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诈骗的事件？好，那我们今天会聊聊一番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为何会吸引人，以及要怎么样避免自己被诈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年报复性旅游的朋友超级多，大家手机里面是不是塞满各种出国时拍的照片跟影片？觉得不发在社群上面很可惜，但随便发又很浪费。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堂很有帮助的线上课程——工薪剪辑术，有270万订阅的 YouTuber 讲师阿滴亲自传授剪辑秘诀，教你把旅游回忆和美美的出游素材剪成人人羡慕、超有质感的 vlog。那可能很多人听到剪片会想说：“哈，好麻烦，我又没有买专业软体，会不会很耗时间？”别担心哦，阿滴的这堂剪辑课呢，是为零经验的剪辑新手量身打造的，分享的是跨软体通用的剪辑心法，教你掌握长影片、短影音都应该要适用的逻辑节奏，并知道该怎么样加入音乐特效，让整部影片更吸睛，甚至有机会剪出在社群上面一炮而红的精致 vlog。9月入手阿滴的工薪剪辑术，还有限时优惠，马上点选资讯栏领取机省360的折扣码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小白完全不懂一番赏到底是什么？一番赏基本上就是一种抽奖游戏，那所有的玩家他们会付固定的抽佣费用，然后这个抽签之后呢，他们就会去对应到可能这个签上面会有一些相应的编号，例如说 A 啊、B 啊、C 啊、D 啊，抽到了 A 就可以跟店家换 A 赏，然后抽到 B 就可以跟店家换 B 赏，所以越前面的字母就越好，这样。对，没错没错，通常是这个样子，但也有的时候是中间的比较好，但大部分都是 A 比较好。那通常都是一些人气的动漫角色啦，可能像是咒术回战啊，或者是 ReZero 啊，或者是钢弹游戏王之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子。那一番赏它的起源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叫做万普。然后他们在2003年发明了一款游戏，然后它第一款的这个一番赏呢，就是宝可梦的一番赏。对，难怪你那么熟啊。然后后来他们集团重整啊，现在就是属于这个万代子公司这个 Bandai Spirits 他们发行的游戏这样子。一番赏它玩的地点通常都会是线下的，就是可能是在玩具店啊、公仔店，然后甚至是像便利商店，我们公司下面的便利商店就有超大那个。对，像 Seven 啊、全家其实现在都会进这样子。因为我完全没有玩过，所以我想问，那一番赏这个东西，它有什么特定的规则吗？你觉得它好玩在哪里？它的机制是这样子的通常一整组的一番赏，它大概会有70到80组的签，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每一支签它通通都有奖，可是它的价值是有高低的差别的，就抽奖的游戏这样。对，像是 A 赏、B 赏、C 赏，然后它可能到 G 啊 H， 那最大的通常就是几个奖，例如说 A、B、C，然后可能有4个核心角色就是 A、B、C、D， 但其他的呢就会是一些小小的奖，然后它上面的数量会比较少，就有点像是期望值的概念嘛，就是上面的少少的，然后很好，然后下面就比较多，然后比较废，然后但是你可以拿一个中间值去抽，然后赌到大奖，就有点像这样子。那每一个奖它的这个数量其实都会有一张海报公告出来，等于说呢，你抽完了这个签，店家就要把这个签贴到对应的地方就让你知道什么东西被抽走了。对，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上面很多好的奖品都没有了，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期望值看起来不对，你就不想要抽。其实可以先上好的。对，然后有的呢，他们会有再加上一个最后奖，就是 last one，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万一前面这些好的奖都被抽掉了，那是不是大家就没有动力了？所以他为了要帮助这个店家可以销售，他就有再推出一个最后赏。那你只要是最后你可能抽到剩5个、剩10个，你就想一下啊，算了，最后这个价值也很高，我就把它全部都包掉，你就可以拿到最后一个。全部包了才会拿到最后奖。对，就是你最后一个人可以拿到这样子，吸引人可以抽到最后。
哦，这机制也蛮聪明的。那你自己常玩这个东西吗？你觉得好玩吗？老实说，我自己其实蛮少玩的，因为我不太喜欢抽到一些我真的用不到的东西，就不知道拿来干嘛。对，因为里完全不面知道真的会有一些像是什么，你知道盘子、谁是盘子手巾、盘子抽到有盘子，对，或者是一些海报啊，或者是资料夹，就资料夹超级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东西真的用不到。那我不喜欢浪费这些东西，我相信有人喜欢，但是就是不是我，所以我大部分都会选择直接可能稍微溢价，然后去买。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的话，但有很少数，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很想要 ReZero 的一个小小的 Q 版的公仔，那个东西它就是 H 赏，然后我那时候抽到 H 我就很开心，还是橘忘记了，我就我就是只想要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最大的，对，偶尔会有这个样子。它那个东西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吗？就是它可以抽到的奖？不会啊，你其实大部分的人拿到不想要就转卖嘛。对，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假如说店家他今天他前面的大奖被抽掉了，那他那些东西大概就叫他废套了。那废了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拿去虾皮，或者是可能就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一些假娃娃机、短蛋机之类的，就把它抽掉。所以他玩那个可能不是真的为了那个奖，是为了那个快感，是不是？对，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会去赌博的人都是为了赌博那瞬间嘛，赌博那瞬间你的脑内啡就分泌完了。我觉得它的乐趣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很适合线下，而且是适合很多人一起的，因为呢抽奖就会有紧张刺激的感觉，而且除此之外呢，你获得大奖，当然的稀有公仔你会有一些满足快乐感，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会有一群朋友。在那边一起对，重点是要起哄，所以他可能呢就会是一起起哄说你抽到大奖了，哇，一抽好厉害，那你就会有一个就是爽感，或者是你今天你抽的很烂，但是因为有一大堆朋友，你也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大家花钱买一个体验，但我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逛街都自己逛啊，所以我就是想说如果我真的很想要，我就是自己花钱直接把它买掉，这样子比较简单。有钱人的烦恼是不是？没有，那个赌博的那期望值就明显的就比较低哦。我这个是比较省钱的做法，比较客家。好像也有道理。对啊，这样比较省钱。对，而且因为它这些大奖其实它有一些稀缺性啊，就是它的再版的次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你错过几乎就没有，它会创造这种你要看到了就要赶快去抽的这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其实剩下的钱不多，大家消费者就会直接包套把剩下的全部买掉这样子嘛。砸钱也是很爽的。没错，砸钱也是爽，但是不是我。好。那回到这次的事件啊，就是那现在这个作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好，孙志他有发一支影片嘛？孙志拍到那支影片就是他们包牌之后，他们想要把签直接打开，结果这个店员呢，他们就一直想要去把签盒拿回去。你就知道这怪怪的，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说，他们是想要偷偷的把他们原本藏好的签摆回去，因为那个签是一张一张的。刚刚前面有讲到。如果我们在更早的时候，那些 A 赏啊 B 赏可能就被抽掉了，那这一整套就废掉了，就不能卖了。对，所以有的不良的店家，他们就会把这些 A、B， 他们一开始就先把它找出来，然后之后先藏好。那客人怎么抽都是那些烂奖嘛，所以他就把那些烂的东西抽一抽之后，再看他的良心要不要把它放回去。有的可能也不放回去，因为他算一算，最后剩个10抽以内，那他把这些东西都扣着，那就没有差，他自己把它开掉，或者是他假装自己开，然后但是那个东西可以拿去转卖。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会中的是哪一张？这个就是一个蛮奇怪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说签呢是大量印刷的，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批印刷，他们的这些上奖的位置呢都在同一个地方。你说每一套在同一个地方？应该不会是每一套，可能有随机的几套。我说可能同一批都在同一个地方。对，太荒谬了！我觉得超级无敌荒谬。我听到的时候，我想说你认真？可是好奇怪，可是这样抽的人也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会把它一个一个撕开，就是有点像是一张这样的纸。那到时候他会这边分成24个，同一批印刷的会，假如在1、2、3、4、5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就是那些大奖。所以有的人呢，他们就会先去找到同一批的，然后先看一下，然后之后把对，原来这几个是，然后他们就卖这个资讯。他可以帮别人讲说，我帮你把它挑出来，一次就是可能几千块。然后呢，这个店家也觉得这样很好嘛，因为他就不会亏钱，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挑出来。但是我是很难理解，因为现在印刷都是电脑印刷这么难吗？电脑印刷都超随机，很简单，宝可梦也是都随机的。但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现代非常非常的奇怪。我也觉得超奇怪。对，超级奇怪。所以现在的诈骗的方式就都是用这一招这样。没有，还有其他的。那像刚刚这种东西，它就是比较偏是所谓的长签，但是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假的混套，就是你可以想象嘛，一个期望值它的数量是1份，那如果我今天拿到第2份，然后我把这里面的一些小的东西把它
混进去，甚至是好，我先不要管它的大小好了，我就是抓了一些把它混进去，那是不是就让这个几率被改变了？甚至是我前面这一套大的被抽走了，就把剩下小的全部灌到另外一套里面。对，那这些事情其实算是很多的店家他们会做的，因为万一这个废了，他还是要求生存嘛，他就把另外一个弄进来。重点就是他有没有告诉大家有混，因为如果他有先跟大家讲的话，那就是愿打愿挨，然后大家一起抽，那就还好。但是如果没有讲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蛮诈骗的。但他们到底是为了要多赚，还是多赚啊？就是为了要多赚，这单纯为了多赚。对，其实那个东西应该是回本的吧？应该只要抽几张就会回本的。不会，他不会那么容易回本，因为他万一前面被抽掉，那整套就废了，他就赔钱了。他是会赔的，他是会赔啊，他当然会赔。第一个事情是，其实他一抽可能就是大概是200-300，然后贵一点的可能400-500这样子。那全部抽完，店家大概可能赚个4000到6000，这是我听乔老师讲到的。所以呢，你要抽到其实最后1/4你才会赚，很刁钻欸，所以很容易就会失败嘛。那甚至这个过去他是怎么管制的？就是在日本他们是主要是透过认证店，就是我认证的地方你卖这个东西，所以我要确保你这边都是好的，因为如果你是有问题的，我就拔掉你认证，那你就不能够卖这个东西了。可是到了台湾就会分成2件事情，第一个是班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认证店，那他们会管好这个品质，那这也是可信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他们直接进口日本的水货过来所以那个东西你就管不着嘛，因为那变成自由市场。所以我觉得跟这件事情是有点关系的。以前他们可能会想说这件事情我们就用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我来管制你这个店家，然后来解决。但是这个机制可能藏了很多问题，就有一点点像是一些卡牌游戏。你看这些卡牌它是不是有印刷不同的东西？这些卡牌其实它的触感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件事情，说会发生所谓的摸包。就他们是可以透过摸的方式，他知道里面会有对哪些东西是好的，他就把它挑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敢到店家以外的地方去买。因为你去买的话，你就是非常高几率，就是这些卡盒都已经被别人摸过了。摸过的话，里面其实就没有好的东西，那梦想就已经不在里面了，梦想已经没了。所以宝可梦他们公司有发现到这个问题。你知道有些很不孝的人，他们会一个卡盒，它是外面其实会有一个塑胶封膜，然后他告诉大家说，塑胶封膜的话呢，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封好的，那它有高几率可能是被别人动过了，然后再包回去。但是很多人他们会把它弄掉了之后，他们再重新热封嘛，因为热封膜不是什么很难技术，所以他们现在他们就重新做了一套，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可破坏性的拆封。那透过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的难度再被拉高。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解决，就一定会是要从人啊，然后从这整个机制的设计一起去改变它。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那我好像蛮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觉得这个游戏已经不好玩了，很失望，很灰心。不知道对你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可惜？那如果是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做，大家才可以让大家找回对一番赏的信心？我自己觉得，当然机制本身的再设计可能是需要的。它既然有赖赏设计，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前面有更多抽到几抽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抽奖机会，让大家去抽了之后，其实你有别的可能，就除了那些奖品以外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小帮助，但是牵扯到比较多东西啦。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核心还是要提高一些小奖的品质跟精致度。就是虽然你抽到很烂的东西会被别人笑，这个也是一个本身的体验的乐趣。可是我举我刚刚的那个例子，像我很想要那 ReZero 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公仔，我有在收集那一套。那一套它出现在 G 出现在 H 的时候，我一个原本不想要去抽的人，我就开始有动力去抽了。因为里面有更多我自己可能想要跟收集的东西。所以这个也会帮忙解决，或者是这个的交易市场的机制要让它更多。其实在志哥他在影片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有能力的店家他们是有办法真的就是废套了，废套之后的这些多的东西还要怎么把它处理掉。那可能就是例如说像夹娃娃机，这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嘛，因为大家花个10块20块夹到一个小东西，大家其实觉得很好玩。而且夹娃娃机本身也不一定是为了要里面的那个东西，它是要享受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花钱聊聊天，然后把时间打发掉这样子。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处理的机制，如果可以让它更完整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虽然人都还是很贪啦，一定会想要赚的更多，可是我觉得如果给厂商的利润能够更多的话，是有助于改变这件事情的。对啊，那像是乔老师就觉得因为很难赚嘛，所以他后来就不经一番赏，是蛮可惜的啦。所以我觉得像孙生这一次做的这个行为也是蛮好的，就是当更多人愿意一起去抓出这些不良的店家，甚至是有没有可能今天有一个 Google Map 是公开的嘛，然后这上面只要大家真的是有证据的，我们就把它定选起来。对，那边到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一番赏攻略地图嘛，在上面是真的有证据，而且你可以看，你要可以 tracking 说这个东西它真的有做，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录到，那这个东西如果是可以被检举，因为我们也要防止说别的同业去黑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个
好的影片，然后能够证据，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帮助。这听起来还蛮适合上链的。对对对，每抽一次就要上个链。对啊，大家直接链上数据查就好了，解决嘛，对吧？可以用来卖个 NFT。没错啊。如果今天你的动画，你就是要一个简单的例如说 scan。对啊，你就 scan 完了之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哦，这上面这一盒配对有被多少人抽。对啊，其实好像不难吧？彩券不是都这样吗？对啊，其实很简单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被做了。但这个就是我们的突发奇想嘛。那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还是想玩，那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可以给大家建议，说不会那么容易被骗的方法？第一个，我觉得是检查剩下的钱的数量啦，就是跟那个未中奖数量是否相同，这个会差蛮多的。然后再来是每张签它上面其实都有不同的序号，例如说是 ABCD 跟 XYZ， 就是有不同的差别。那如果你在同一盒里面看到了不同序号的签，那就代表呢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跟海报上面不一样的话，这也是有问题的。另外，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问说，这个有没有混签？那如果有混签，他没有事先说，那就代表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同事有人在玩，他们就会说，他们要弄的时候他们会录影，那如果不给录影的话，这件电脑他们就里面不要抽。最后，我觉得是你就是去万代的这些一方赏的授权店面，因为你直接去的话，其实是保障比较多的。好啦，那希望刚刚的这些方法是有办法帮大家玩得开心，因为就像我自己前面提到的，我自己对于一番赏的定位就真的不是去拿到那个大奖，而是这个过程的体验，然后大家起哄啊，然后嘴一下说啊你今天很飞然后你今天好欧哦，这个是它核心的体验。那个奖品可能是为了创造这个体验的一个像是引流产品这样子的我的想法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得到这个体验，毕竟你玩了之后发现有点认知失调被骗，心情还是蛮差的。对，这个体验就会被破坏了。没错。好，那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想问大家，你有玩过一番赏吗？你抽一番赏的经验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智奇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